大家好，今天这条内容我要清清楚楚跟你说3件事。第一件事，为什么很多长辈每天吃鸡蛋、喝豆浆、吃豆腐，腿脚还是越来越没力气？问题根本不是吃得不够努力，而是年过75岁之后，吃进去的蛋白质有2/3，根本进不了肌肉，就算天天认真补，肌肉真正能用到的连1/3都不到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最近早上起床要在床边坐好一会儿才能勉强站起来，以前出门买菜轻轻松松，现在走到半路腿就不听使唤，心里忍不住打退堂鼓。夜里睡得好好的，小腿突然一阵发紧，人瞬间惊醒，只能在黑暗里等着痛赶过去。这种感觉不是你一个人才有，在留言区告诉我，让我知道你也在经历这些。很多人把这些当成年纪大了的正常现象，觉得活到这个岁数，能动就已经不错了。可就是这个想法，让太多人错过了改善的最好时机。第二件事，我有5种比鸡蛋更适合长辈的增肌食材，其中排名第1的是台湾人从小到大常吃的传统食材，90%以上的人都不知道它对肌肉的真正用处。这5种东西都不是进口贵价货，大卖场、黄昏市场、传统菜摊都能买到，一天花费不到30元，明天早上就能开始吃。第3件事，我会给你一套完整的30天饮食方案，每天吃什么，什么时间吃，怎么搭配，全都写得明明白白，照着执行，第1周就能感觉到不一样。今天这些内容我全都毫无保留告诉你。我从业20多年，看过超过5000位65岁以上的长辈，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，我真的很注意饮食了，怎么身体还是越来越差。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位长辈，是台中南屯区的赖先生，今年74岁，退休前在邮局工作了32年，来找我那天是儿子开车送过来的，从下车走到诊间短短几步路，他中途停下来2次才能走完。他儿子在旁边小声说，父亲半年前还每天早上出门公园走路，现在就连走到厕所都要家人陪着。赖先生坐下后看着我说，我每天都吃鸡蛋，也喝牛奶，是不是我的身体彻底坏了？我给他做了全面评估，问题根本不是器官坏掉，而是他补充营养的方式和身体真正需要的完全不匹配。这样的情况在我的诊间几乎每天都在上演。今天我就把原因、解法、吃法全都说清楚。很多长辈都以为每天吃鸡蛋，蛋白质就够了，肌肉就不会出问题，这个想法特别普遍，但只对了一半。鸡蛋确实是优质蛋白质来源，这一点没错。可是年过75岁，身体吸收蛋白质的方式已经悄悄改变。鸡蛋里的蛋白质虽然完整，却缺少帮助肌肉细胞打开吸收通道的关键物质，就像手里拿着支票，却没有保险箱密码，钱再多也存不进去。更重要的是，只靠鸡蛋，氨基酸的种类和比例没法完全满足长辈肌肉的全部需求，而且鸡蛋缺少对抗身体慢性发炎的成分，而过了75岁，体内悄悄存在的轻微发炎，正是肌肉不断流失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吃再多鸡蛋，身体里那把小火一直在燃烧，营养根本留不住。台南安平区的曾先生今年72岁，退休前在渔港工作20多年，他每天早上吃2颗荷包蛋，下午再加1颗茶叶蛋，3餐吃得很认真。可来找我的时候，大腿围瘦了将近5公分，走路拖着脚，上下公车要抓着扶手撑很久才敢迈步。他特别困惑，自己吃鸡蛋比年轻人还认真，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告诉他，问题不是吃得不认真，而是只靠鸡蛋已经满足不了75岁后肌肉的真正需求。曾先生调整饮食方向3个月后，走路稳了很多，上下公车也不用长时间撑着扶手了。所以只靠鸡蛋就能补好肌肉的想法，真的要改一改了。还有很多长辈觉得，只要每天走路活动，肌肉就不会流失，吃什么无所谓，
这个观念让很多人用错了力气。运动对肌肉确实有帮助，可是年过75岁，肌肉合成需要充足的营养支撑，没有正确的食物搭配运动，消耗的会比补回来的更多。卫生主管部门的调查显示，75岁以上的长辈，就算保持规律运动，如果饮食中蛋白质种类不够完整，肌肉量每年还是会减少 1% 到 2%。 听起来不多，可10年就是10%到 20%， 反映在身体上就是从自己轻松买菜变成需要人搀扶才能出门。高雄三民区的吴先生今年70岁，退休前是中学体育老师，身体底子一直很好。退休后每天早上公园走40分钟，从来没间断，觉得自己保养得比同龄人好。可是从68岁开始，同样的路线，体力消耗越来越大。70岁来检测时，肌肉量已经低于同龄标准。他说自己运动从没停过，怎么还是不行？我告诉他，运动是一半，吃对是另一半，缺少任何一边，效果都不到一半。吴先生调整饮食2个月后，同样的路线走完，不用再停下来休息了。所以觉得只要动就够了，吃什么不重要的想法一定要放下。还有一种最危险的想法，很多长辈觉得腿脚无力，走路变慢，都是年纪大了的正常情况，等到走不动再处理也不迟。肌少症的发展非常隐蔽，不会像感冒一样发烧难受，每天只流失一点点，等真正察觉的时候，往往已经错过了快速改善的黄金时期。而且很多人不知道，一旦因为跌倒或者生病卧床，肌肉流失的速度是平时的3到4倍。国民健康署的数据显示，肌少症进入中期，跌倒风险是普通长辈的3倍，进入长期照护的时间平均提早5年。台北大同区的陈先生今年77岁，一直觉得自己只是腿脚有点没力，忍一忍就好，结果在浴室滑倒，右侧肋骨骨折，在家躺了将近3个月，3个月不动，肌肉量掉了将近20%。他的夫人说，如果早点来调理，是不是就不会这样？陈先生沉默后说，早知道就不要等，所以觉得等到不行再处理的想法真的会耽误大事。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年过75岁，吃进去的蛋白质突然难吸收了？这不是简单的肠胃问题，而是3件事同时在身体里发生。第一件事，肌肉细胞膜开始硬化。年轻的时候，这层膜柔软有弹性，蛋白质能自由进出，肌肉修复生长很顺畅。可年过75岁，膜慢慢变厚变硬，蛋白质想进入细胞的通道越来越窄，最后根本进不去。吃再多营养都堵在细胞外面，肌肉能用到的只有一点点。第二件事，慢性轻微发炎一直在持续，这种发炎不会让人发烧咽痛，完全感觉不到，却每天悄悄分解好不容易补进去的蛋白质，就像身体里有一把小火，不断烧掉补充的营养，医学上叫做发炎性老化。这是长辈肌肉流失的核心原因之一。国民健康署调查显示，75岁以上长辈超过60%体内发炎指数偏高，可绝大多数人完全没有察觉。第三件事，肌肉里的修复细胞进入休眠状态。肌肉里的卫星细胞年轻时非常活跃，肌肉一受损就马上修复，可年纪大了，这些细胞大多睡着，肌肉受损后没人修补，一点点不断流失。这3件事加在一起，就是很多长辈吃的不少，肌肉却越来越少的真正原因。在我的门诊中，有3个早期信号，长辈最容易忽略和误解。第一个信号，从椅子站起来需要用手撑，很多人觉得撑一下没关系，不是站不起来就没事。可这个动作代表大腿前侧支撑站立、走路爬楼的核心肌肉已经开始明显流失。新北中和区的赖先生68岁，退休前在印刷厂工作25年，他站起来一直需要用手撑，觉得能走能出门就没在意。将近1年后，
在家走到厨房的路上，腿突然发软，跌坐在地，幸好没有骨折，可卧床休息的3周，肌肉流失速度比平时快好几倍。他后来跟我说，早知道那个撑椅子的动作是身体在发出警告。第2个信号，走路速度越来越慢，步伐越来越小。卫生主管部门研究显示，走路速度变慢是判断老年人肌肉状态最准确的指标之一，不是跑步，就是平常走路的速度。如果你发现自己走路越来越慢，步子越来越小，不是性子变慢，而是肌肉在请求帮助。台中北区的郭先生73岁，以前每天早上公园快走半小时，走完不怎么喘，后来同样的路线要走将近50分钟，腿沉得厉害。他以为只是太累，没放在心上。3个月后检测，握力数值降到警戒线以下，大腿围也瘦了2公分。第3个信号，夜里睡觉腿部频繁抽筋，很多长辈第一时间补钙，以为补完就好，可夜间抽筋除了电解质问题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，肌肉量下降后，末梢血液循环变差，肌肉细胞供氧不足，抽筋频率就会升高。这时候只补钙只能解决一小部分，肌肉状态不改善，抽筋还是会反复出现。有人问我年轻的时候爱运动，底子好是不是不容易出现肌肉流失？年轻时的运动底子确实有保护作用，可肌肉需要持续刺激和正确营养。就像每天要存钱的账户，以前存得多不代表现在可以只取不存，停止补充的那天肌肉就开始慢慢减少。也有人问，吃素是不是更容易肌肉流失？其实不一定，关键不是吃不吃肉，而是蛋白质种类完不完整，身体能不能真正利用。今天介绍的5种食材，吃素的朋友也都能吃。如果你有刚才说的3个信号，在留言区打上数字1，让我知道你也在关注这些。接下来我介绍5种食材，大卖场、黄昏市场、传统菜市场都能买到，价格实惠，对肌肉的帮助远超很多人的想象。从第5名开始，一一讲给你听。第5名是南瓜。很多人知道南瓜对眼睛好，却不知道它和肌肉的关系密切。南瓜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和维生素 C， 这2种成分是对抗自由基的天然物质。年过75岁，肌肉细胞里的自由基越来越多，就像仓库堆满杂物，蛋白质没法正常运作。南瓜的作用就是清理杂物，让肌肉细胞重新接收营养，修复损伤。台南东区的许先生70岁，退休前在工厂做品管28年，来找我的时候食欲很差，每餐吃几口就饱，半年体重掉了快3公斤。我建议他每天午餐吃1碗蒸南瓜，或者煮进稀饭里。第2周他就说食欲变好，第1个月体重不再下降，2个月后走路稳了很多。每天100到150克南瓜，蒸煮煮粥都可以，口感软烂，肠胃负担小，特别适合咀嚼能力不好的长辈。第4名是莲藕。莲藕在传统饮食里一直有补气养血的说法，这是有依据的。莲藕含有丰富的铁质和维生素 B 群，这2种成分对肌肉至关重要。铁质负责把氧气输送到肌肉深处，维生素 B 群帮助把吃进去的蛋白质转化成肌肉能用的营养。缺少这2样，吃再多蛋白质也白费。台中西区的张先生75岁，退休警察，身材保持得不错，可最近走路一段就腿酸，像踩在沙子上。抽血检查发现轻度贫血，我建议他每周3到4次把莲藕切片煮汤或凉拌，搭配少量瘦肉。3周后他说走路腿不沉了。第2个月复查，贫血情况明显改善。每周吃3到4次，煮汤、清炒都可以，注意不要加太多糖，血糖偏高的朋友控制分量。第3名是小鱼干。小鱼干是台湾家庭厨房常见食材，炒饭、煮粥、配菜都方便。很多人不知道它对长辈肌肉和骨骼的帮助很大。小鱼干同时含有丰富钙质和完整蛋白质，这个组合很难得。
钙质维持骨骼密度，降低跌倒骨折风险。蛋白质直接参与肌肉修复合成。台湾营养学会研究显示，长辈每天补充足够钙质和蛋白质，跌倒骨折后的恢复速度比营养不足的长辈快将近30%。新北板桥区的曾先生，71岁，退休老师，平时饮食清淡，很少吃肉。来找我的时候握力偏低，右手力量低于同龄平均。我建议他每天早餐加一小把小鱼干，约20克，少油炒一炒，配稀饭。1个月后握力明显回升。他说开酱油瓶都比以前轻松，每天15到20克，炒煮汤拌饭都可以。肾功能不好的朋友先咨询医生，控制摄取量。第2名是毛豆。毛豆是植物性蛋白质里氨基酸组成最接近动物蛋白的种类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年过75岁，只靠动物性蛋白质容易加重心脏负担，引发发炎。完全不吃又很难补够完整氨基酸，毛豆就是最好的中间选择。它还含有异黄酮，能促进肌肉蛋白质合成，是长辈高效的增肌食材。卫生主管部门调查显示，每周吃3次以上植物性完整蛋白质的长辈，肌肉流失速度比只靠动物性蛋白的慢将近2%。桃园八德区的陈先生，73岁，退休前在工厂当领班，有轻微心脏问题，医生建议少吃红肉，他不知道该用什么替代。我建议他每天下午把水煮毛豆当点心，约80克，撒少量盐，简单方便。2个月后，他说走路步子变大，腿不容易累了，每天70到100克，水煮最简单，毛豆全年都能买到，方便又实惠。第1名是鲤鱼，这是我26年临床生涯里对75岁以上长辈肌肉恢复效果最明显的食材。鲤鱼在台湾一直有病后补身的传统，这个智慧有科学依据。鲤鱼含有高品质完整蛋白质，吸收率在常见食材里名列前茅。更重要的是，它含有 DHA 和 EPA， 能直接激活肌肉里沉睡的卫星细胞，让修复细胞重新工作。台湾中医药研究所2024年的研究，追踪了160位70到85岁的长辈，每周吃3次以上鲤鱼，持续12周，卫星细胞活化率提升6%，腿部肌肉力量提升1%，从椅子起身速度加快1%。高雄苓雅区的赖先生80岁，3个月前家人送他来诊间，走路每一步都小心翼翼，双手张开保持平衡，满脸疲惫。他女儿说，父亲以前每天自己去菜市场，现在走到大门口都要家人陪着。赖先生沉默后说，不想一直麻烦孩子，可自己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告诉他，还没有到没办法的地步，第1步就从吃鲤鱼开始。我建议他每周3次清蒸鲤鱼，每次约150克，搭配毛豆和莲藕汤。第3周，他女儿传消息说，父亲早上自己走到客厅看新闻，不用人叫。第8周，他自己走进诊间，步子稳了很多，不用再张开手保持平衡。他站在门口说，上周自己走到楼下便利店买东西，是自己一个人去的。他说得很平静，可我能感受到这句话里的重量。每周吃3到4次，每次120到150克，清蒸最能保留营养，不要油炸，鱼汤也要一起喝，大部分 DHA 都溶在汤里。如果把5种食材搭配起来，早餐吃一小把小鱼干配稀饭，午餐吃1碗蒸南瓜和1份清蒸鲤鱼，下午点心吃1小碗水煮毛豆，晚餐喝1碗莲藕排骨汤。这就是我给赖先生的搭配方案，也是我20多年里最有把握的组合。这5种食材都是营养辅助方法，不是药物，不能代替正规治疗。肾功能不佳的朋友，一定要先咨询主治医生，控制摄取量。今天这条内容我整理了3个重点。第1，年过75岁，肌肉流失不是老化的必然结果，细胞膜硬化、慢性发炎、修复细胞休眠，3件事同时发生才是真正原因，知道原因才能从根本改善。第2，5种食材各有作用，
南瓜清理细胞杂质，莲藕补铁供氧，小鱼干强化骨骼和肌肉，毛豆提供优质植物蛋白，鲤鱼唤醒肌肉修复细胞，搭配起来效果更完整。第三，这5种食材随处都能买到，一天花费不到30元，明天早餐就能开始吃，今天就准备起来的朋友，在留言区留下鲤鱼2个字，让我知道你准备好了。我想跟你说一个真实的故事。台中南屯区的林先生49岁，他的父亲79岁，独自住在彰化。林先生在台中工作，不能经常陪伴。那段时间，父亲走路越来越慢，从客厅到厨房都要停一次，夜里腿抽筋，只能独自在黑暗里忍受。林先生很担心，却不知道该怎么做。后来他看到类似的内容，觉得和父亲的情况很像，就转发给父亲，只说了一句：爸，你看看这个。父亲看完后，第2天自己去市场买了鲤鱼和毛豆，照着方法吃。1个月后，林先生回彰化，看到父亲在厨房做饭，动作稳了很多。父亲笑着说：你转发的内容，我每天都照着做。林先生站在门口，眼眶瞬间红了。后来他传消息跟我说：谢谢你，那条内容是我做过最对的一件事。如果你身边也有这样的长辈，爸爸妈妈、爷爷奶奶或者街坊邻居，现在就把这条内容转发给他们。只需要说一句：你看看这个，不用多解释，让内容帮你说话。你的一个小动作可能就是他们改变的起点。如果你看完还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留言区留言，我会认真看，尽量回复每一条。还没有订阅的朋友，现在可以点击订阅，开启提醒。我每周都会分享对长辈真正有用的内容，不推销任何产品，只教你用身边常见的东西，吃对用对，保养对。下一集我要告诉你5种悄悄伤害长辈骨骼的食物，其中1种几乎每个家庭冰箱里都有，很多人每天都在吃，却完全不知道它的危害。记得开启通知，不要错过。最后，我想对正在看这条内容的你说，你愿意花时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这件事本身就很了不起。赖先生80岁，从走路小心翼翼，需要搀扶，到自己独自出门购物，他做到了。你的双腿还在等你。从今天开始，好好照顾自己，好好补充营养，一步一步走稳，你也可以找回轻松走路的快乐。